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菲利普斯曲线面临真正的考验。当时，尽管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在攀升，这种情况被称为滞胀。对此，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目的是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最终，高利率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也成功降低了通胀率。这个历史时刻提醒普通人，在面对经济大环境变化时，储蓄投资需审慎，避免高风险债务，以保护自己免受经济动荡的影响。Observation 2. 90年代初期的日本经历了失落的10年，由于资产泡沫的破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伴随着低通胀甚至通缩，菲利普斯曲线似乎失效了。日本央行实施零利率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却难以扭转经济颓势。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应增强个人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并谨慎管理个人财务，以适应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稀缺的环境。Observation 3. 巴西在21世纪初期采取严格的通胀目标政策，以稳定在先前高通胀的经济状况。尽管高利率抑制了通胀，却也压抑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巴西的实践显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双刃剑特性。普通人对此的应对策略是多渠道收入，投资于教育和个人提升，以及灵活转换行业，以此来保障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的生计和发展。Observation 4. 在1990年代，瑞典经济遭遇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与此同时，瑞典政府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导致利率飞涨。瑞典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教训，在严格的通胀控制下，高利率可能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瑞典普通民众通过灵活变换职业路径，增强个人技能和开展副业等方式，成功地适应了这一经济环境，展现了面对经济挑战时的韧性和创造力。Observation 5. 近年来，印度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也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这一现象挑战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即通胀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印度的普通人发现，在物价飞涨的同时，寻找稳定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人转向自由职业和创业，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通过提高个人技能和采用数字化工具，他们成功地抓住了新兴市场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自立。Observation 6. 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中，希腊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出现，挑战了菲利普斯曲线的传统观点。面对严重的经济形势，希腊民众通过减少开支和增加家庭自给自足活动来应对。在城市和乡村，许多人开始种植自己的食物，回归更简朴的生活方式。此外，社区支持网络的建立也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难关，展示了在危机中团结互助的重要性。Observation 7.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面临高通胀问题，汇率波动加剧。这种情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提出了挑战，因为传统上认为通胀高时，失业率应该较低。然而，在土耳其，高通胀并没有显著降低失业率。面对这样的经济环境，当地普通人开始寻求多元化收入来源，包括从事外币交易和投资房地产等抗通胀手段。
他们的应对之道是利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获取潜在收益，展示了在困境中谋求机遇的精神。Observation 8. 1970年代，英国经济经历了所谓的滞胀，即通货膨胀率高企，同时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现象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该曲线理论，高通胀应与低失业率相关联。然而，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使得英国的生产成本飙升，企业为了减少开支，裁员增多。面对这样的经济环境，普通人应寻求技能提升，比如学习电脑编程或财务管理，以提高在紧缩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Observation 9. 在21世纪初，阿根廷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菲利普斯曲线再次受到考验。高通胀并未带来预期中的低失业率，反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阿根廷人转向非正规经济以为生，如街头小贩、家庭工厂等。普通人在此环境下寻找机遇，应考虑利用个人技能和本地资源创业，例如开设家庭餐厅或在线销售本地手工艺品。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创收，还能为经济复苏做出贡献。View. 在研究经济学的奥秘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看似难以调和的对立面，其中之一就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看似玄妙联系。回溯到20世纪，经济学家艾尔班·威廉·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简直就像是揭开这一奥秘的钥匙。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降低时，工资上升，引发通胀上涨；反之，则可能导致通胀下降。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里永远拉不完的兔子，每当我们以为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兔子，通货膨胀的兔子就突然跳出来。在这个经济与情感交错的舞台上，菲利普斯曲线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个经济学界的老朋友不仅记载着历史，也见证了政策的更迭。例如，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许多国家经历了高失业和高通胀，通常被称为滞胀。这种情况表明，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它的局限。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的实际应用时，我们不得不提新西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当时，新西兰面临着高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窘况，经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虑和不安弥漫在每一个市民的心中，失业让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而通胀又像暗夜中的鬼魂，无处不在地侵蚀着人们的生活。新西兰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采取果断的调控措施。他们通过颁布储备银行法案，赋予了新西兰储备银行 RBNZ 更多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引入了一套名为通胀目标的制度，即通过预设的通胀率目标来调节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走向预期的平稳状态。政府和银行的协议定义了通胀率的目标区间，使得货币政策有据可循，更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信心。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 RBNZ 的操作下，90年代中期，新西兰实现了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双降。这一政策的成功是基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应用，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新西兰在国际上收获了极高的声誉。然而，就像所有政策一样，菲利普斯曲线指导下的货币政策并非没有缺陷。有观点认为，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今天，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已无法捕捉到全球供应链变化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或是互联网时代工作方式变革对失业的影响。新西兰的案例告诉我们，政策的制定始终需要与时俱进，且要审慎地考量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迁。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工具，已在实践中受到挑战，它的教训与启示至今仍在全球经济政策中持续发酵。Analyze. 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间相互关联的经济视角，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利处在于，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权衡失业和通胀的工具，使得经济管理更趋科学化。在短期内，透过调整利率或是财政政策，政府能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努力实现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理想状态，从而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然而，菲利普斯曲线的弊端也同样明显，它的简化假设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的变量，比如资产价格泡沫、国际贸易动态等。特别是在长期来看，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常常受到质疑，有时也可能导致政策失误。例如，试图通过刺激经济减少失业，可能会引发高通胀，影响货币的购买力，进而影响到普通人的消费和储蓄。普通人可能无法直观感受到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但其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及政府的政策响应，实则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当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时，贷款成本上升，直接影响到了想要购房或创业的人。反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放宽货币政策时，虽然就业机会可能增加，但物价上涨也会侵蚀人们实际的购买力。无论是在日常购物时注意到的价格变动，还是在考虑是否投资时的迟疑，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影响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生活。